昨天的节目啊，做的时间有些仓促啊，所以有些细节不是特别准确。今天啊，在做节目之前啊，咱们先做个澄清。第一个就是我昨天在节目里头说啊，那个出事的大巴车里头那些乘客都是花果园社区的居民。因为昨天呢，当网上有很多关于花果园社区居民啊转运的视频，很多人就指证说这个大巴车上的居民呢就是花果园社区的。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其他途径来核实，就误以为是花果园社区居民。但是后来呢，就有人给我们指出来了，不是的，他是云岩区向阳大院的居民，这是第一个不准确的地方。第二个，我当时说这件事情出事之后啊，没有上热搜，后的人给我讲了，其实也上了热搜。那这一点呢，说的也是不准确啊。第三点就是我当时说这个贵阳市啊，现在是夏天嘛，晚上温度也比较高，所以开车的时候路上啊，那司机有可能汗流浃背。有人给我指出来说，王局不对。因为当时从贵阳开车到荔波啊，那路上其实都是山路，在山区啊，贵州的山区啊，晚上的温度其实没多高，20几度。第四个方面就是我说贵阳到荔波啊300公里，有人给我指出来一个更准确的距离啊，说是260公里，其实也不是特别准确。最后一个就是我当时说9月19号要实现社会面清零啊，不光是贵阳，还有成都还在封城。是吧？但有人就给我讲了，他说王局不对，其实成都已经解封了，只是还有一些少数的社区，还有一些街道，还有一些小区没有解封，所以这个呢也不太准确。看看一期节目啊，有5个细节都不是特别准确，所以我们觉得也挺不好意思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做一个澄清，希望大家不要被我的这个昨天节目的内容所误导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每次做节目的时候，尤其是遇到国内这种突发新闻呢，我后来都会在网上公布一个邮箱，让大家给我提供一些爆料信息啊，或者说自己的经历。我个人觉得这个对我们帮助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有些人会给我们提供一些他在国内知道但是又不方便讲的内容，比如说政府的一些文件呀、决策的过程啊。另外一方面，很多人会给我们提供一下他自己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间的亲身经历，比如说他们小区的转运情况啊，他们小区里面那些社区的志愿者对他们管理的情况，这些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体的这种叙述啊、经历啊，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节目做得更准确，另外一方面其实呢也让我们的节目更有温度。因为你光是有宏观叙事，没有人在这个新闻里面呢，其实你的新闻也就缺少了这种大家可以共情的这样的一些细节吧。所以呢，我今天也特别在这节目里头说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一方面呢，我们节目出了错误，一定要指出来。我呢也尽可能的会在这个节目下面的评论里头把这些错误呢把它更正过来。另外一方面呢，我做节目的过程中也希望大家多从各个方面来支持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自己经历的也好啊，或者说自己知道的信息也好啊。然后呢，使我们的节目的传播的信息更准确，这是我今天首先要讲的内容啊。其次呢，我今天还想讲讲这个大巴车出事儿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大巴车出事儿以后啊，贵阳市出来道歉了嘛，这个市长出来给大家鞠躬，是吧？看起来蛮诚恳的。通报三例高速重大交通事故相关情况。通报前，我提议大家起立，向在此次事故中不幸遇难的市民默哀。这起重大交通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带来巨大损失，我们无比沉痛，无比自责。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再次对所有遇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向所有遇难人员家属、受伤人员表示深切慰问，向全社会作出诚恳道歉。说实在的，那个新闻发布会我看了，我个人觉得这个贵阳市出来道歉的这个行为啊，没有多大价值，也没有让人感觉到十足的歉意。为什么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理由啊。第一个，出来道歉的这个人呢，是贵阳市的副市长林刚。
这个人呢，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在整个贵阳的防疫系统中，他没有太大的存在感。我查了有关文件啊，贵阳市的这次防疫的小组啊，贵阳市的市委书记都不是指挥长，他的总指挥长是省里的，是省长啊还是省委副书记，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贵阳市的市委书记只是副总指挥。那么这个林刚在整个这个决策系统中间根本就没什么角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林刚出来道歉，那我觉得没有说服力呀。这个东西要权责统一，就是谁做的决策，谁出来道歉，我觉得这个符合政治伦理。那你比如说，假如说你是贵阳市的市委书记，你做的决策要求各地方紧急进行转运，晚上进行转运，那么就应该你贵阳市的市委书记出来道歉。假如说是省长做的决策，那么就应该省长出来道歉，因为是你做的决定嘛，其他人没做决定，那你让一个打酱油的林刚出来做道歉，这有啥价值呢？对吧？那这林刚就变成了一个专门替政府干脏活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出来道歉这件事情不是特别光彩嘛，对吧？那真正有权利的人指挥一个没有权利的人出来道歉，这件事情本身说白了就体现出没有足够的诚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看了现场啊，当时呢政府官员这个林刚鞠躬的时候，那现场的记者也跟着鞠躬，场面一片和谐。但是整个道歉的过程中啊，这个新闻发布会啊，连个记者提问环节都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记者都是安排好的，对吧？你想想，27人死亡，很多人家破人亡啊。昨天又披露出来的，有一个孩子，他父母同时在这个车上全死了，一夜之间成了孤儿。那你想想，公众有很多疑问，对不对？有很多质疑，对不对？我昨天节目里说了那么多次质疑，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在凌晨2点到5点期间还要开车继续走路走山路？为什么？不知道我们国家的道路安全法里面、公路这个道路法里面有相关的规定吗？那你如果知道有规定的话，为什么你还要在晚上去开车呢？这么重要的一个内容，为什么现场记者不问呢？那么现场记者即便不问，那么网上大家这一天都闹翻天了，大家都在讲这件事情。那你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直面回答这个问题呢？不敢面对公众的质疑，那还谈什么歉意呀，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在9月18号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那个贵阳市呢有一个文件的批复，好像是他们市委书记做的吧。说这个事情啊，赶紧抢救啊，然后呢，要做好转运工作，杜绝类似事件继续发生。说明什么？说明还在转运呢，还在继续转运呢。就是9月18号的凌晨死了27个人，但是9月18号的晚上还在继续转运。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其实并没有改正自己的行为逻辑啊，他还在继续做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道歉的究竟是什么？我就很奇怪了。那道歉呢，就说明他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而是因为你死了。这是两回事啊！你死了，我道歉，和我做错了，我道歉，这完全不同的。要我说，这其实有点像古代的罪己诏，皇帝的罪己诏。皇帝也遇到天下大旱了，遇到蝗虫了，黄河决口了，皇帝就出来了。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跟嫔妃睡觉睡得频繁了一点，你看老天爷不高兴了，所以我下个罪己诏，是吧？为什么我们觉得可笑？因为他跟嫔妃睡觉和闹蝗灾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是现在你看到了吗？这政府官员出来道歉，说白了，他道歉的内容跟他公众所导致的个灾难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他只是说道歉是因为你们死了，一不小心你们死了27个，我觉得不好意思，所以道歉。至于我自己做的没错，而且呢，9月19号下午还宣布解封了，给人感觉你看我们工作有成绩啊。这27个人虽然死了，但它是我们整个贵阳市解封的代价，你看到了吗？跟这个贵阳市几百万人相比，这27个人虽然可怜，但是他们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不就给人这种感觉吗？那你说这是歉意吗？我觉得不是，根本谈不上歉意。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舆论上还在控评啊。这个当天就出了一个文件呀，就是贵阳市网信办的，
那文件里就说了，说有人利用这个事件攻击我们贵阳市的防疫政策，所以第一要控评，把他们这个评论要控制起来；第二个要做一些倾向性的引导，什么意思？要搞正能量嘛，宣布嘛，就是要把那些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批评、对他们的质疑的声音压下去，然后呢，把他们所谓工作有成绩的内容抬起来。这叫歉意吗？这叫他们的道歉吗？不是吧？这是什么？这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不满情绪要想方设法的把它压下去嘛。包括他们的道歉，都是把老百姓的怒火平息下去的一个工具而已。就是不能让老百姓那个情绪啊，因为特定的历史事件、特定的偶然事件爆发起来。大家都要知道，其实现在疫情期间，老百姓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一股火。只不过现在这个社会控制手段，大家敢怒不敢言。但是在这种情况，由于一个偶然事件是有可能爆发的，就像火山一样。武汉当时你要知道，当时大家那个情绪就是因为李文亮的死突然爆发起来了，然后李文亮的死又有十足的正当性，你又没有办法批他，所以当局面对那种情况的时候就特别紧张。其实贵阳也是一样，他是认为这个事情死了之后啊，这个不好弄，怕群众的情绪像一个烈火干柴一样。一下子爆发起来不可收拾，所以他们才出来给人民群众鞠躬啊！你瞧瞧他们鞠躬的样子，像鞠躬吗？一点都不像啊！因为他们平时不习惯给人民群众鞠躬啊，所以他鞠躬的样子都是装的。你看到了吗？你觉得他们有歉意吗？这是第4点。第5点，处理的3个区里的干部停职，对吧？那我们不知道这3个区里的干部啊，到底跟这件事情的决策之间是什么关系？不清楚，没交代，只是说这3个干部进行停职了，是吧？那么就给人感觉他找了3个替罪羊而已。如果这个决策是市里做出来的，你凭什么让区里的干部出来担雷呀？那么如果是市里的干部做的决策，你市里搞调查，你不就变成了自己调查自己了吗？要我说，这件事情可能涉嫌的是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罪，应该启动调查的是检察院，甚至还应该有利益回避，比如说让外省的一个检察院来介入调查，这才是一个像样的调查嘛。你现在你有可能是政府，应该说几乎100%是市里做的决策，然后你决策完了之后说我要调查，那你这不是哄鬼呢吗？所以要我看，其实贵阳市的这个道歉呢毫无意义。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地方政府道歉的还不少，不仅仅是贵阳，大家看到了吗？成都当时也道歉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成都不是搞了橙码吗？搞了橙码之后，搞了个小程序，是吧？然后呢，按道理来讲，你做完核酸之后，这橙码就应该恢复成绿码了。结果当时他们崩溃了，崩溃了之后呢，做完核酸之后，大家都举着手机在天上越举越高，还以为是手机信号不好，但其实是他们的系统崩溃了。后来成都市政府出来就道歉来着。后来新疆要把人快给饿死了，然后出来道歉了。然后某个城市说那人不小心没去成医院，然后死在家里头了，又出来道歉了。此起彼伏，有意义吗？我觉得没意义。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道歉的核心在于修改错误的行为逻辑，而不是因为你死了，你出现悲剧了，不好意思。现在所有的这些道歉都是说我的防疫逻辑没错，知道了吗？我的行为没错，只是真的不好意思，你成了代价，所以我对你表示歉意。这不叫道歉，这叫掩饰他们自己的错误而已。这种道歉没有意义。这是我今天最想说的。另外一个呢，我昨天的节目中间啊没有讲到胡锡进的那篇洗地文，今天我想说一下，我倒不是要批他，我想说啊，胡锡进那篇文章里头讲到，说这个大巴车27个人这个死亡啊，它首先是一个生产安全事故，它跟这个大巴车执行的任务之间呢没有关系。网上都说胡锡进你做个人吧，是吧？我在这里还是想讲个道理。什么道理？就说我们在遇到这个一个社会事件的时候，或者说一个灾难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归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人从桥上跳下去了，自杀了，摔死了，我们怎么归因呢？这时候有一个人出来说了，比如说胡锡进他出来说了，他说啊，这个啊万有引力，
你想啊，这个楼这么高，桥这么高，他从跳下来，因为有万有引力嘛，他摔死了。如果他要是在月球上，万有引力没有这么大，那他就不会摔死。你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对不对？确实是万有引力，但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分析的没价值。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给社会事件进行归因的时候，我们要寻找那些溢出社会常轨的因素，找恒定因素是没有意义的。万有引力是个恒定因素，我们没办法影响它。我们生活在地球里头，我们每个人都受万有引力的影响，我们改变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指出来这个人从楼上跳下去摔死了，是因为万有引力没有意义。但什么有意义呢？这个人是不是受到了迫害？他的心理是不是有问题？他是不是遇到重大的社会变故而没有得到有效的关爱和帮助？这些因素是我们这个社会可以影响的，甚至有可能是溢出社会常轨的。我们对这些因素的仔细分析，才有可能避免类似事件、类似悲剧的发生。所以我们归因要寻找那些社会因素不同的，跟我们正常的社会因素不同的因素。就贵阳大巴车这个交通事故这件事情，真正的因果关系是什么？过度防疫导致连夜转运，连夜转运过程中导致司机穿着隔离服，戴着护目镜，在凌晨2点到5点钟开车，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这个因果链非常清晰。所以说，其实你要寻找它真正的归因原则，应该寻找这条链条，而不是寻找万有引力。胡锡进洗地，就是因为他指出了一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衡量因素。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说了啊，那你说这个是过度防疫，那如果要是不是过度防疫，就是正常防疫的话，那你这27个人死虽然是悲剧，但可能的确是我们正常防疫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有道理这句话，那关键这里就涉及到现在这措施是不是过度防疫呀？我们不从国内的参照系来讲啊，我们就讲一个国际上的新闻吧。就在昨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啊，疫情过去了，就整个这场持续2年半的疫情彻底过去了。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也宣布，这场持续2年半的疫情全部过去了。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生活都正常了，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逆行。大家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这些措施就真的都有必要吗？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历史上中国那些跟全世界背道而驰那些措施的时代，有几个那样的时代是正常的？有几个那样的时代那些选择是正确的呢？